那穷孩子们，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倔强啊，不知道自己的分寸斤两。一个字儿概括，一句话概括，就是你心里边的平等意识害了你，你心里边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普天之下人人平等，我们是平等，老百姓跟中南海是平等，错了，世界根本不平等。首先我交代一下背景，我出生在山西4县小山城，小城市的山村里，从小没上过学啊，一天学没上过，这孩子跟我父亲识字念书。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是我们那个村唯二的70后的大专生，但是他念书的时候喜欢上了禅宗，毕业之后工作不得志，于是在我出生之后，这孩子应该是00后的啊，出生之后举家离开城市，住进了山里啊，类似终南山修行者，有这样一群人啊，带小孩的啊，夫妻2个一块修，一住就是10多年啊，就是刀耕火种，依靠种田卖药材维持生计。听妈妈说，他不和外人来往啊。我父亲从小教我的只有识字、读英语。当然我英语的底子学得不太好，因为我父亲的英语水平也一般啊，毕竟是个大专生啊，所以他英语老师水平不行。那么他不允许我看电视节目（括弧因为我们家根本没电视），也不让我看小说。我能看的书只有我们家好几柜子的散装的书，里边是散文啊、禅宗公案啊和一堆中医书。我回老家之后躺了半年，然后自己在做自媒体啊，文旅相关的。也是巧合，我大约在700粉的时候做了一期视频，被当地我们的旅游文旅局的领导看到了。县文旅局局长啊，也是他眼里的人才啊，700粉，你别说，毕竟是4县小县城啊。他找了好多人，后台私信我让我去，于是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才了解到他是个副厅级的干部，还是北师大的客座教授啊，讲历史的。我的副厅级干部那是市文旅局的局长啊，那也不对啊，副厅好，这不重要啊，也花花轿子大家抬，他院士副厅啊，就是县里的这个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中士啊，讲历史的。大学客座教授讲历史的无所谓啊，永远不要去拆穿这种事情。而我所赞扬的那个景区是由他设计的，我理解的刚好是他要表达的意图啊，就是他这个视频完全知音啊，俞伯牙和钟子期，所以他觉得像遇到了知己一样啊，他的原话。当然重点在后面，我从他口里意外得知，我的表哥是301医院的主任医师，是有军衔的，在当地是很有影响力的，也是他的朋友。括弧我这个表哥是我的爷爷和他爷爷是亲兄弟啊，那就是比较远的远房表哥。但在此之前，我们都只知道我们是确实有一个远房亲戚哥哥在北京当医生，是我们村里除我父亲啊唯二的另一个读了大学的人，很热情。这个人，我爸妈都是找他去看过病啊，都是括弧都是蛮严重的病，没错，去北京301啊，农村的去都是很严重的病啊，不严重不进京啊。但并不知道到底他有多大能耐啊，大概是由于这个关系，这个文旅局的领导提出给我提供场地，让我有更好的条件去做自媒体。当然我拒绝了啊，为什么拒绝呢？啊，这就是穷人的倔强又来了啊，就是偶像完全非偶像的偶像包袱又来了。我回家跟我爸说了这件事儿啊，我爸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啊，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就说那我给我这个表哥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意见吧，我爸就同意了。然后我第一次给我这个表哥打电话啊，他确实像我爸说的那样热情，一下子通了半个来小时的电话，询问了我各种详细情况。我把像您刚才讲的跟他也讲了一次，他听完了一句好可惜啊，你看跟我说的一样吧，为什么不答应呢？好可惜。之后转头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询问他是否认识这个文旅局的领导，这份好意是否应该接受呢？表哥说可以。哎，你看就是都比你强的人认识的都是一样的层次吧，就马上接受啊，放心跟着他去做。表哥说他虽然快退休了，但是人很好。于是在那之后啊，我就搬到了那个办公室，几乎天天和他碰面。后来他还给了我一个长期的广告项目让我去做，我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足够养活自己了，大概30来万的样子。你看这就是穷家傻小子的问题，你在那个屌鸡巴山村里边出来的，连一天大学都没有做过上过，人家给你个项目，我看着也没几年啊，1-2年你挣了30多万人民币，你还说没赚多少钱啊，一副好像都是我的能力啊，我好重要的样子啊，这就是穷人啊！一会儿我好好的给你上一课啊，我们都是穷孩子，没见过世面，身边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啊，根本不能起到你们人生指路人的作用，所以你就是看着你们摔跟头啊。
好嘞，遇到贵人了还矫情，说的一点儿不差啊，这就是贵人啊。你人生啊，就像胡春华遇到了李克强，你人生也遇到了2个贵人，一个就是你爸爸那个大学挚友，给你在大城市大学的这个世界里给你了一个容身之所啊。985大学虽然人家是个管器材室的职工，不是教授，不是老师，但是给你这个也可以不给你，不是欠你的。我在你刚才那一段描述里边，一个字儿的感恩都没有念出来，全是势利。包括这个文旅局的老先生啊，欣赏你的才华，认为你是知己，这是你第2个贵人。我也没看出来你对他有什么感恩之情，这就是问题。我也就项目这件事答谢过他啊，但是他没要我给的居间费啊，那人家肯定不要啊。一会儿我告诉你，跟这些比你高得多的贵人交往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交往。小礼物，我觉得他大概不要我也没送啊，送过1次书，他收下了。后来这位领导退休了，哎，我直接告诉你们吧，收了我一会儿我就忘了啊。这个穷孩子们啊，就是与世隔离的这些孩子，或者穷家养出来这些贵子们，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倔强啊，不知道自己的分寸斤两。一个字概括，一句话概括，就是你心里边的平等意识害了你。你心里边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普天之下人人平等，我们是平等，老百姓跟中南海是平等，错了。世界根本不平等，世界的真相是，谁他妈告诉你是平等的，谁他妈就是个坏逼，或者他自己是个傻逼，他沉浸在摇滚青年的愤怒中无法成长。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就像你玩的电子游戏是一样的。你觉得这个电子游戏是平等的吗？是不是在打怪升级？如果是平等的，还用打怪升级吗？是不是每一个角色玩的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他那个打开他这个宝箱里边的什么草药啊，什么魔法武器啊，兵刃就会越多越强？平等吗？不平等。当你和另一个对手或者另一个友军相遇的时候，你们一比自己的口袋就知道绝不平等。平等吗？又平等。为什么？只要你认真的付出，你的宝箱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平等和不平等的真实的要义。这个世界的平等在于大家的机会和你付出的努力之间的正比例关系是平等的，在于当你遇到选择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你人生的正面推进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是什么？不平等的就是你什么都基本上没有，又他妈逼的死横死硬，又不接触社会。这个时候你要求你的宝箱和人家的宝箱一样多的东西，这是不平等的。你拼爹拼爷爷都拼输了，人家爷爷在努力，爹在努力，他自己又在努力，又每次都做正确的选择，人家积累到今天的宝箱，你凭什么拿过来跟你平等？你如果要点逼脸，你应该从你这一代开始，让你做那个合格的爷爷，合格的父亲，让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能够拿到一个从自己祖上拿到一个大宝箱，这才叫真正的平等。而这种所谓的穷家的这些死逼孩子，没有贵人点醒他们的时候，就是他妈的个平等。我操，他看我的这个眼神不对了，我不跟他玩了；他给我的这个什么都不对了，我不跟他玩了。啊，有个小姑娘给我写信啊，我是来应聘文秘的啊，连他妈大专都没念，我应聘文秘的。平时我们老板说活多了之后就酒厂啊，让我跟着一块搬酒啊，我好累。我操，你爹姓习吗？你好累。给你这个机会，你一个月能挣5、6千呢？那小姑娘，你啥鸡巴都不会，老板对你很不错啊，在哪儿给我写信骂老板啊，说就是毫无感恩之心，这第一。第二，如何做到跟你这些贵人来往的时候，如何做到如沐春风，忘了钱啊，忘了钱，听明白了吗？听明白这句话，忘了钱。如果你跟官儿，你比如说你跟习近平来往，叫忘了权就能住了。是你跟我来往，你忘了钱，因为我肯定比你有钱，对不对？或者你这个叔叔肯定比你有钱，忘了钱啊！我身边的话也有很多我的教友当面能见到我这些人啊，动不动就是啊，老王又帮了我一个忙啊，哎呦，我挣了1万，我得给老王拿2000过去。这种朋友我不想跟你交了，为什么？没意思。为什么？因为钱在我的脑海里啊，就这点钱，我还真不是吹牛逼，真的就是个数字。2000给我带来的快感。信封里装了2000给我带来的快感，或者一张用心画的一张贺卡的快感，那个卡更多。投我所好，给我买了个200块钱的，比如说星巴克的
咖啡卡给我的快感超过给我2000现金的快感，明白吗？这就是你不要把你眼光里的钱数和权利和人家对等去，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唯一一个你真有的而对方没有的才是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年轻、时间、精力，对方已经没有了，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了，多大的权利都买不回来了。所以呢，对，有人提醒我，刚才我跟穷孩子说的啊，人生成功4部曲：远行、奇遇、学艺、归来，还有一个人生成功的这个脑子里边这个主轴叫被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你的贵人利用你，你不要觉得我操，你凭什么利用我？你他妈只有这点价值，你还有什么价值？就是利用你，你才能够学艺呀。所以被利用价值最大化。再有一个就是，当你回馈你的这些恩人的时候，如果他不缺钱，你给他钱他也不要的时候，你不是做文旅的吗？你那个地方的特产，你那个地方的这些很精美的用人手工编织和制造的一些东西，你给他拿过来，他会非常感恩你。为什么？用心了，用心，明白吧？用了你的心在里头，值多少钱不重要10倍、20倍的钱，现金拍在那儿，100倍的现金，他可能都不动心。但是这个用心做的一手一脚做出来的，他会永远记着你这个就是你怎么跟贵人来往，怎么跟比你高得多的人来往，秘密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次一定要每次把钱都给你放这儿，然后咱们就是他妈两清了，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是过来给你当销售代表的吗？不是，是因为喜欢你，欣赏你，带你，不是说要你的那个居间费 commission 的但是呢，你要有感恩之心你要没事就要陪着要想着，要把它像自己家的长辈一样去想着，这才能够真正的混入圈子，否则的话你混不进圈子好嘞，对呀，会手工的给老王封个环保袋，真的是就非常的感激有那个小少妇你看做的手工做的，一看就是并不是很好吧，不值多少钱吧，但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非常感动就是他还就费点事儿做这个东西，非常感动，就是他用心了20块钱30块钱这个比2000块钱3000块钱我要感动得多100倍。所以这个我希望我的这些人生经历能够在年轻人身上能够起到作用因为我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我20岁的时候知道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是今天这个状态我自己错过了无数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也有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说生下来就都懂所以今年这位领导退休了，我跟他一起搬到了我们地方商会的办公楼，他还是会有些事儿每天都来，我也每天都去，但几乎没什么话，就是见面笑一笑，这事儿我感觉不对，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冒昧请教教主。他是你人生最大的恩人，也是你最大的恩主你的贵人你见面都不跟人家说话笑一笑那你是我只能说那你可能就是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山河4省有个话叫白眼狼你就是你可以对号入座了，你就是这个白眼狼你要惦着人家要给人家老头喜欢抽烟，给人家带一盒烟两条烟老头喜欢喝酒收集一些你们家乡的真的粮食酒不用多少钱这是无毒的真的就行没有科技狠活的。老头喜欢吃肉给他找农家的好的猪肉给他送到家里去。总之就是用心用时间。什么叫心？就是时间嘛。你自私到连自己的时间都不给，真正没有的就是时间老人家也尤其是这样，就是他的时间已经再也回不来了。那你年轻人，你大把的时间，你与其躺着，你为什么不分享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应该如何拉近我和我那位表哥的距离，因为阶级差距太大了。按照从前我的性格，其实我也不会往很功利的这方面去想，但是现在30不惑了，总有事要去做一做，往上爬一爬，所以我对这个难得的资源，我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合适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用心去做不用太多的钱你也比不了人家，权你也比不了人家美女你也不是投怀送抱人家不要，你也没长在人审美点上所以其实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成长这个历程是很奇怪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很淳朴的阶段，就是在你18岁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像那个杨过那个小龙女似的，那就什么都不知道人家有句话叫返璞归真返璞归真，但是返璞归真是最难的，
啊。所以我相信你这个亲戚，你这个表哥在北京301做了大主任了啊，这个 level 什么都见过了，唯独没见过的就是纯真啊，淳朴。就你回忆想一下，你到985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快的在半年之内就学会了摄影器材？你狗鸡巴都不会，为什么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不鄙视你，不歧视你，能教你？因为你闪着无邪的眼神问他：“你哥哥，你能教我吗？”或者大姐，你能教我吗？这个太好玩，你能教我吗？他一定会说能，来吧，这是人之本能，没有任何功利，我也不认为你需要我付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好，你能教我吗？所以其实像你这样返璞归真的话，反而能交往。如果像你这样去动心眼啊，去设计，反而交往不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不擅长的啊，你已经缺了18年的在什么小学啊、幼儿园啊、中学啊、初中啊、团支部啊、大学啊、党支部斗争的一些经验啊，你已经来不及了，学不会了。你最优秀的反而是他们没学，他们忘了的那个东西。你18岁的时候，你还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的返璞归真啊，方得至交啊！我希望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叫返璞归真啊！不要算计啊，不要用钱来衡量啊，要用你的心和时间去衡量，这就是返璞归真的道理。下等人如何跟上等人成为好朋友啊？成为莫逆之交，不是用钱啊，当然用色是可以的，又不是用钱，当然用肉体勾连当然可以，这你不可能，对不对？那就用时间啊，和心。好了。一个校友的来信啊，另一位啊是我大学同学，也是你校友，长得很漂亮，个子1.71米，长直黑长直，长得像周慧敏，气质典雅，很有大家闺秀的感觉。我们俩一个宿舍，关系一直很好。毕业后不仅班里同学聚会，我们玩的好几个同学，有几年玩的好的几个同学，有几年是想方设法带着老公孩子们一起每年聚一次，大家都很开心。大概22年下半年跟他联系，感觉他就比较冷漠。然后我记得很清楚，23年1月啊，我正在开车，他打我电话，问我这段时间没联系，我是不是不太高兴？我说是啊。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得癌症了，去年8月份刚发现的，所以心情不好啊，比较冷漠啊，一直在治疗。他以前就跟我说过，算命的说他48岁有个坎儿，不见得能过得去。他是74年底的，那对了，那咱们就是一级的呀。那因为我们那一级大部分是74年的，我是75年的，属于另类。我们家张教授76年的，就另类的另类。我们那个93级的大部分同学，80%的同学就74年的，属虎的，所以他就有很强的宿命感。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进行正规的西医治疗，中医他也没找正规的，到处找那些所谓的神医神棍，最后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还是在2023年走了1年多一点，就人就完了。我们2个城市离得比较远还真不是，他不在北京啊。我去看过他几次，最后一次括弧他爱人通知我们去见最后的一面，待了2天。临走之前，我们几个同学跟他开玩笑，他还笑了一下。虽然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但是当年班花的风采依旧可见。我们走后，他陷入昏迷，2天后离开了人世。他走的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头昏沉沉，特难受，以为是伤心过度造成的。但是后来一连10几天，我的头昏昏沉沉，抬不起头的感觉。看了医生，血压心跳什么都没问题，就因为之前我们说好过要给他做法事，本来是想头七那天做，但是找的道长说马上就到7月15了，这个鸡巴道长也是个250，还不如我呢。道长说马上就7月15了，这玩意儿还有搓堆的呀，操！做法事还他妈搓堆，哎呦，你这道长可好，道长是什么火车站站长吧？是吧？搓走了一车火车一块发车的，我操，这他妈是死人了，我操，这他妈都是专车，你就别拼车了，这道长还有。那会做得更好等等吧。然后就等着7月15，快到7月15，我联系道长的时候，他说：“把你同学的照片发来我看看。”我发给他，他看了看说：“哇，你同学跟上你了。”这个道长是个糊涂蛋，水平还挺高的，还真看明白了。就是个糊涂蛋，就是他妈的这。记住这个死人这个事儿最好还是专车，不要拼车啊。你同学跟上你了，然后道长从他所在的城市到我这儿。本来是说在他那儿做就不用跑一趟了，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肯定要过来先解决我的问题，救我呀。师傅过来以后，在他师兄一个专门修行的地方烧香让我坐那儿按他指示办，念念有词，搞了半个小时。做完法以后，我的头也能抬起来了，脑子也清明了，如获新生并不为过。然后我们出去就给这个女同学做法事烧纸，烧纸的时候确实看得到那个纸钱是打着旋风往上转着烧，那就是鬼魂
领供养来了啊。旁边一位一起去的，好像能看到一些脏东西的女士说：“我同学等的都快急死了，很缺钱，就等着拿钱走了。”烧完以后，道长说：“好了，你同学走了，很感谢你，过2天可能会托梦给你。”第2天晚上，我真的就梦见他拎着东西从一个很深的地方沿着楼梯走上来看我，中间还去看了一眼另一位同学，然后把东西好像是水果之类的放我门口，人就走了。以前我对玄学是似信非信，从这儿以后我是真信了。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想，如果早听到你的节目，让他远走异国他乡（括弧他事业很成功，家庭条件也好，完全可以做到啊，就不差钱儿，哎，也许就不会芳华早逝。你还真没说错啊，真的奔南半球一躲啊，找一个山清水美的地方啊，五行彻底乱了的地方，就跟北京的，如果这个孩子在北京的话啊，这同学跟北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好了啊，真的就好了，至少多活10几年啊，也许不会芳华早逝。他说当年给他算命的大师说，他 N 个前世以前是个大将军，虽然战功卓著，但是血债累累，所以每一世他既有成功的事业跟不错的物质生活，最后也会受病痛折磨而死啊。的确他最后都没吃止疼药，疼得彻夜难眠。现在想想他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他的早逝对我影响很大。那么漂亮那么好强的一位，居然是我同学中最早走的一个，而且走的时候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充分体味到了命运的残酷与无情，也第一次确实相信另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特别听了你的节目，也更加确信了因果循环。哎，这个同学，我相信你还能再看我这一期的。哎，拜托你给我说一下这是谁啊？哪班的？你要不好意思点他名，你告诉他班号总行了吧？啊，这样的话我能对一下啊。这个也更加确信了因果联系。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血满头。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奈与残酷吧。好了，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就是听你的节目太晚了。不过可能这就是命吧，就当是对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友的一点怀念。祝你节目越办越好，您的一个校友。哎呀，哎呀，你说的我这个心里边好好奇啊。这个年龄对得上啊，他说的这个北理工这种描述的对得上，但是人我完全对不上。我们实系93级没有这样的漂亮女人，我保证没有。这个有，我他妈还用去2系找去吗？啊，这个好了，对我这实系2系什么，就是管理学院叫实系。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特点就是它是军工院校嘛，它每一个系每一个班都有个代码。比如说我的班叫102931，比如张教授的班叫23931，就是每个都有个代码。我们只要是这个系统的人，一听就知道他是哪一年的。93就是931，就93，1就是哪个专业，就是那个最后那个1，前面那2个数或者一个数就是系啊，系、专业、班级、年级都在这个代码里啊，这个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黑话。所以我说你告诉我班号不是5位数就是6位数，你告诉我班号，我知道你是哪，我就知道你所有的细节啊，除了你的名字我不知道，你那个所学的东西课程我全能查出来。好了，老王你好，今天在你的新百道会中啊，看王健的秘密这一期视频，心里边有很多感受。首先说一下，我之所以有这么深的感受，是因为我当年其实在那个圈子里啊，也就是郭文贵搞的那个爆料革命中，我是义工。本来这些往事我不想再提了，但是那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教训。但今天听您讲到王健之死，我还是忍不住想写信跟您分享一些我当时从另一个角度的经历和感受。当年王健去世后，从法国出来的报告和解剖文件，我都参与过翻译啊，因为这位同志他会法语。那时间我是每天熬夜啊，义工嘛，翻译，整个人都陷在那股革命的使命感里。我是在2018年开始接触郭文贵的啊，其实当年是想在油管上寻找红黄蓝幼儿园的真相，没想到就刷到了郭文贵。当时对他说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听不太懂的，后来路德出来解说，说重磅的那些节目，我才慢慢以为自己明白了，也开始相信了他们说的那一套，并全身心的投入进做义工，一做就是1年半。当时我们在 Discord 群里，大家每天都在讨论，我平时不说话，因为要忙着翻译画文宣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要画。到了2019年下半年，他们不是搞了一个法治基金吗？我断断续续给他捐了一共1000多$进去，后来又给 GTV 的原始股投了不少资金。到了2020年6月，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开始搞站街上门闹事的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活动，证明了我的判断啊，那就是醒悟了嘛。因为他们一搞那个的拉横幅上人家，恶心人家，当时我也非常失望啊，因为这个就属于地赖子打法。
而且关键没有用啊！你在西方发达国家，你又不是中国啊。我们那是在大群里由 Sara 管理，郭文贵也在群中，只是很少说话。后来他把我拉到了个小群，说单独讨论文宣的事儿。但我发现他整天向我们在小群里炫耀鞋子、衣服，吹嘘自己的皮鞋几千美金一双。其实我知道那个牌子，在我们这边几百欧元就能买到，这不是撒谎吗？再加上他喜欢乱踢人，整个一套文革作风。其实当时我们群里还有一个男孩是广州人，他本来是想做一份报道，去采访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上访的人群，为他们发声。当时郭文贵说会报销他的路费，可后来不仅没有报销，这个男孩反而被抓，被国安打了一顿。而郭文贵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把他踢出了群。我那时还在做文宣，也和他在同一个群里。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儿，但是那时我们都执迷不悟，不相信他说的话。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明显的警讯。只是当时我们被信仰冲昏了头脑。后来当自己终于发现被骗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真的是又痛又羞愧，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傻。但人生总要面对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这才最重要。幸好我的投资款比较慢，最终那笔钱被退了回来，没能到账，因为当时已经事发那个账户收款账户被封了。但即使是这样，因为汇率和路径的变化，我损失了几千欧元，就当买了个教训。除此之外，我还给他捐过的法治基金也是漏洞百出。当时群里有个香港的朋友，正好在反送中游行中需要资金援助，可郭文贵那边1分钱也不给，最后还把人家踢出去了这更确定是一场骗局。那时我算是比较早醒悟的人，我劝过同组的几个人不要再投钱了，但大多数人都不信。最后真正被我劝明白的大概有3个人，其中1个人的钱被退回来了。我劝他千万别再投了。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好了，后边的我就不念了经历了郭文贵那一场因为我不想引发这种争论因为郭文贵那边还是有那个死忠粉死黑粉，特别可怕的。我对网络上的人都变得非常谨慎经历了郭文贵那一场，我对网络上的人都非常谨慎。你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你是另一个郭文贵，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你幽默真诚有思想，这就够了，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我到今天我不承认，或者我不支持任何一个群这就是区别。如果我有目的，我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有经济上的目的，我一定会建群，一定会有助理弄群，拉大家进群各种群，什么 Discord 群、电报群、微信群、QQ 群，不见为什么？我真的非常单纯，只是想用我的这个频道增加我的影响力，营造一个善良的氛围我不是跟你们讲我没有第2阶段的人生目标吗？我现在有了。我第1阶段人生目标就是尽可能大的做大我的频道做强我的频道，形成广域影响力。我的第2个阶段目标我现在有了。说老王你是不是带领我们闹革命滚你妈的，操，傻逼才去闹革命，你打得过他们吗？你不是让别人家的孩子送死吗？我不会干这个事儿。我要干个什么？我真的要干一个好事儿，就是从比如说我们许个愿或者时间吧，如果能到50万粉，或者能坚持到第5年，我已经坚持了2年了。如果我第5年还没老50万粉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个频道所有的收入，我会建立，我用我的收入我不是用你们的收入，所有的收入我会建一个基金。我这个基金就是刚才好多给我写信的一些小孩，刚来了外国需要帮助一把，需要推一把的，我资助你们，你不用还我，我不需要你们还我，说我挣了钱我一定要还你，我不需要还我为什么？不为什么，你顺利就行了。就是我就是让大家到海外以后有个人帮你这我今天许愿了我真的想好了。哎呀，我想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挺伟大的我希望能够到50万粉，或者能坚持到5年的时候，我不白投如果我累白投了，那当我没说过好了，对，就是积功德，就是赎罪吧。老王，你干了些什么坏事我替你们赎罪呀！我操，我他妈的我自己也没干什么大坏事，但我总觉得总要做点事儿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之后干啥。你说我也想组织军队我也想斩首他们去，我想打回去，但是我做不到呀。我算了算账，我组织一支像样的军队兵强马壮的军队，我算了一笔账，抵他妈300-500亿美金我操，我这辈子没有这钱我都弄不起来。而且你还得有个国土你得有个基地我也没有所以这个事儿也不现实所以那就
那就干点简单点的事儿吧，啊，就这事立住啊！你们到50万粉，我肯定就干啊！这事儿到50万粉，而且我会公布账目的，我会公布出来，我给贴出来，我不骗你们，我公布账目的，我可不像老郭弄鸡巴反式基金，我操，那最后都给郭强买车了呢啊！好嘞，这不多吧，不多，不会给很多的，不会给很多的啊，就是让你能够立住足。不要去做坑蒙拐骗啊，不要去做那个影响我们中国人形象的事儿。好了，就这么地啊，拜拜。